库尔斯克今日战报，乌军拖地千里，确认控制44个俄定居点。乌军摧毁库尔斯克车臣指挥部，俘虏超1000名俄军士兵。乌军和北约军团拿下博罗兹镇，并猛攻科洛季洛夫卡。别尔格罗德控制区急速扩大。神秘乌军小分队效仿普里戈金一路北上，打到莫斯科。俄军回援库尔斯克，乌军第一战略意图达成，前线压力骤减。精彩资讯即将开始。综合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和 Deep State 报道，乌军已控制44个库尔斯克定居点，另外有10个定居点待确定，控制面积超1000平方公里。对此，战争研究所评价，乌军这一周占领的库尔斯克领土几乎和今年俄军占领的乌克兰领土面积相当。ISW 还预测说，只要乌军在库尔斯克州建立防御工事，俄罗斯想要全部收复，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俄罗斯方面消息，库尔斯克代州长斯米尔诺夫向普京报告时称，截至8月13日，已经有28个定居点处于乌军控制之下，在库尔斯克州的渗透深度为12公里，战线宽度为40公里。接着，斯米尔诺夫讲话被普京打断，提醒他不要提及任何数字。显然，普京或者说俄罗斯高层已经意识到，短期内库尔斯克战斗不可能结束。目前，俄军正在距离边境60公里的地方建立新防线。首先是已经控制的苏贾镇，乌克兰第130侦察营的小队 Bravo Team 在苏贾中心称，整座城镇已在乌克兰军队控制中，且根据大量视频显示，乌军高调驶过该城镇，沿途的苏贾已呈现出满目疮痍的状态，散落一地的废弃车辆，显示了这座城市刚刚经历了激烈的战斗。目前，乌军已经抵达苏贾最东部的米格29纪念碑，并安营扎寨，修建防御工事，打算将其变成堡垒。在苏贾东北方向的马蒂诺夫卡，乌军22旅击退俄810旅，再次控制了该镇。但有消息称，俄军正试图在这里建立防线，以阻止乌军在苏贾扩大优势。在苏贾东南方向，乌军沿公路攻克了德米特留科夫，并攻入博尔基和斯帕尔诺。最远处有视频显示，一辆乌军 BTR-41 战车在吉里遭遇俄军2辆 BTR-82伏击。虽然战车被打烂，有5名乌军被俘，但也再次证明乌军进攻的神速。在苏贾西北方向，乌军在达里诺拔下了俄罗斯旗帜。在克列涅沃一带，乌军第82旅在大量火箭炮和 FPV 无人机的配合下，正试图从东部切入克列涅沃，其对手是俄第11旅，目前战况有待进一步观察。此外，据战役地图显示，乌军部队正持续向库尔恰托夫核电站进兵，俄军则已在核电站以南15公里的地方进行防御部署。值得注意的是，据开源情报技术报道，乌军第225独立营轰炸了库尔斯克的车臣指挥所，并俘虏了大量车臣士兵。这个往日号称强悍的车臣部队，如今已经沦为阶下囚。而相同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俄军部队里。据悉，截止13日，乌军已经俘虏了超过1000名俄军士兵，包含车臣、俄安全局 FSB 成员、俄正规军、民兵等。运送战俘的车是一辆接一辆，甚至有法国分析师称，俄军第488机动步枪团在苏贾全军覆没，被俘虏的全部是义务役。但俄罗斯一直未回应此事，只是强调民生。如普京表示，乌军在库尔斯克的战斗导致超过10万名平民逃离，基辅试图借此阻止俄军在乌东顿巴斯地区的攻势，并在未来可能的和平谈判中取得有利筹码。从俄媒公布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库尔斯克居民正在向其他地区。如今的乌俄战争进行到这一步，俄罗斯的民众也愈发切实地感受到战争残酷和代价。此外，有尚未证实消息称，库尔斯克东方港机场疑似遭到乌军袭击，发生剧烈爆炸。该机场驻扎着俄军第14航空战斗团，附近还有第332直升机团，并且乌军已将库尔斯克共和国的旗帜准备好了，只等后续的全民公投，使其加入乌克兰。不得不说，乌克兰算是学到俄罗斯的精髓了。在别尔哥罗德州，据塔斯社报道，别尔哥罗德的州长已正式通告居民，乌军已经破境而入。最初，乌军第252国土防御营和格鲁吉亚国际军团一起占领了别尔哥罗德的博洛兹镇，在那里举起了乌克兰的军旗和格鲁吉亚国旗。如今，除了在这里修建防御工事外，乌军正在对科洛季洛夫卡检查站发起猛攻。据悉，乌军在此地部署了一个坦克排，并派遣小型突击队联合作战，攻向了俄军的防御工事。如今战斗仍在进行中。在罗斯托夫的沃罗涅日州，乌军空中力量正不断袭击这里。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乌军无人机总是趁凌晨时分发动袭击，罗斯托夫州的俄军事基地被精准命中，并产生了多起爆炸。
目前损失正在澄清中，俄罗斯也未做出回应。波罗涅日州则是大量基础设施被命中，出现了断水断电情况。俄罗斯国防部照例称，击落全部来袭的18架无人机。除了上述的乌军攻势外，乌军部队还一度攻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难道乌军是在学普里戈金，也打算来一个濒临莫斯科吗？据报道，乌军无人机突袭了莫斯科附近的切卡洛夫斯基空军基地。虽然俄罗斯电报频道称，俄防空部队拦截了全部来袭的乌军无人机，但据一些俄军事博主发布的遇袭图片显示，停放在该基地的伊尔80末日飞机受损。这架飞机的来头不小，如果爆发核战争，它是普京逃亡的备选路线之一。此外，在乌军无人机来袭后，空军基地附近的小尔科沃发生了一系列爆炸，目前战损不明。更关键的是，有消息称乌军无人机甚至一度突进到距离克里姆林宫仅37公里的地方。对此，俄方尚未对此事发表正式回应，相关消息有待进一步报道验证。不过，乌克兰对莫斯科的袭击还是引发了不小的轰动。由于乌军正式宣布对俄罗斯本土进行攻击，其对库尔斯克、别尔格罗德等多地的针对打击，火力军相信会持续加码。而普京若不想情况恶化下去，他可像约翰·科比说的那样，停止对乌克兰的战争。回到乌克兰战场，由于俄国防部为安抚俄罗斯人的焦虑，宣布从赫尔松、扎波罗热、库皮扬斯克、哈尔科夫、卢甘斯克等地撤回大量部队，回援库尔斯克。这促使乌军在实现其第一个战略意图的同时，还在前线发动了大规模反攻。在哈尔科夫沃夫昌斯克方向，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乌军第57旅第9分队在城市中部用无人机猛烈打击俄军据点，而俄军总是冒着枪林弹雨的进攻，用血肉去反推进，结果死伤惨重。俄军第1009团的士兵更是抱怨其指挥官的无能，只会喊前进。目前乌军已在清扫沃夫昌斯克的市中心，这块在俄军发动哈尔科夫战役以来曾反复易手的城市再度被乌军完全掌控，而俄军则已撤至沃夫昌斯克东部的季赫进行防御。与此同时，乌军也对回援库尔斯克的俄军发动了伏击，并重挫了对手。据诺尔报告报道，被抽援回调库尔斯克的俄第272机械化步兵团在撤离哈尔科夫的途中遭到大量乌军无人机的突袭。据悉，袭击共导致数百名俄军阵亡，多辆 T80坦克也被摧毁。目前俄方尚未回应此事。在顿涅茨克塞夫尔斯克方向，乌军最近重新夺回了该地东南部的阵地，且乌军正通过伊万诺达里夫卡向其南部持续推进。在托列茨克方向，托列茨克保卫战役已经打响，不过随着大量俄军的撤离，据 ISW 称，乌军相继夺回来托列茨克以南、纽约克西部和中部的阵地。目前双方的战斗围绕着托列茨克、德鲁日巴以及南部纽约村、涅利皮夫卡和苏哈巴尔卡阵地展开。在红军村方向，俄军持续在该方向东部和东南部持续推进。据乌方消息称，在该方向俄军活动并没有减少，也没有从该方向撤出任何重要部队。不过，俄军无人机和装甲车似乎受到了限制。这几天不似以往的攻势，乌军只能看到俄军以2到3名人员的小团体穿过森林地区进行攻击。在扎波罗热方向，8月11日晚上8点左右，俄罗斯占领下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发生火灾，起火地点据悉是在一座冷却塔。虽然火灾已完全被扑灭，但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热议。目前火灾原因尚不清楚，不过据路透社援引当地军事管理局局长叶夫图申科的话称，是控制核电站的俄军点燃了轮胎，并引发了大火。乌克兰能源也表示是俄罗斯的疏忽或纵火导致，但俄罗斯方面则声称是乌克兰的袭击导致的核电站起火。而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拉斐尔·格罗西呼吁，危及核电站核安全并增加核事故风险的鲁莽攻击必须立即停止。同时他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请求立即进入冷却塔以评估损失。最后在克里米亚方向，乌军对克里米亚和黑海的俄军目标也在持续打击中，尤其俄军为数不多的军舰和黑海上的非法钻井平台。据悉，乌克兰情报总局第13支队使用马古拉5无人艇摧毁了俄军一艘 TS-701 型巡逻艇，有3艘俄后勤保障与巡逻船只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此外，俄罗斯在黑海的非法钻井平台也遭遇了乌军无人机的自杀式攻击，俄平台在遇袭后爆炸，造成40名俄军死亡。由此可见，乌军正逐渐加大对克里米亚的攻击力度。据以色列国防新闻8月13日报道，泰国国防技术研究所向泰国皇家陆军交付了首款 DEA 多管火箭发射器原型车，旨在满足泰国沿海炮兵的需求。DEA 基由以色列 PULS 多管火箭发射器系统改进而成，该系统车辆具有2个模块发射器，
这种设计使其能够发射最大射程在300公里内的不同口径和类型的弹药，如它支持俄制122毫米冰雹火箭炮、泰国开发的 DTI-2 等，且它可以在100分钟内快速更换火箭舱。此外，以色列还特意为其提供了更多的特制版弹药，为 D11A 增加了更多的战术灵活性。据路透社披露，伊朗计划向俄罗斯供应法斯360导弹防御系统，以用于乌克兰战争。俄罗斯已派遣专业人士前往伊朗接受相关训练。法斯360是伊朗研制的移动式导弹防御系统，专为精确打击而设计，以能够高精度击中近距离目标而著称。它能够发射弹头重量在150公斤以下、最大射程在120公里内的弹道导弹。俄罗斯为了应对乌克兰战争，国内现已生产了大量弹道导弹。一旦俄罗斯军队配备上法斯360导弹防御系统，将会实现导弹部署战略的多样化。俄罗斯可以通过该系统发射短程弹道导弹，同时又能使用自制的导弹发射系统发射其他类型的导弹，从而有可能扩大与乌克兰冲突的作战范围。值得一提的是，此前伊朗曾向俄罗斯提供过见证者136无人机，该无人机现已在乌克兰战争中广泛应用，对乌克兰军队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如今又在乌俄冲突升级之际，对俄罗斯进行战略性援助，可见双方的军事合作关系愈发密切。而俄罗斯如此迅速地派遣人员进行法斯360导弹防御系统的培训，也从侧面反映出这款系统对俄罗斯当前局势的重要性。据驻韩美军8月11日消息，在近期一场军事演习中，美军成功将一个装甲部队营从美国本土快速部署到了韩国。此次演习的营队来自于美国德州的陆军第1装甲师。该营在接获命令后，仅用时6天就抵达了韩国大邱基地，并与当地预先部署的第19远征保障司令部协同行动，迅速从卡罗尔营领取了预存的战斗装备。随后，美军士兵操作着 M1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和 M2 布雷德利步兵战车，模拟了从基地向战区的机动部署。其中 M1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配备了120毫米主炮和先进的火控系统，具备强大的火力和防护能力。而 M2 布雷德利步兵战车则以其机动性和多功能性著称，可搭载步兵快速穿梭战场，并提供火力支援。对于此次演习，美军表示，不仅测试了作战部队跨洋快速部署的能力，还凸显了预制装备在应对突发状况时的关键作用。据澳大利亚国防部8月10日消息，其海军首射了一枚标准6型导弹。SM-6导弹是美国武器库中最先进的舰载防空导弹，可用于打击弹道导弹，也可用于打击舰艇、地面和空中目标。虽然澳大利亚官方并未透露 SM-6何时投入使用，但表示将部署在霍巴特级驱逐舰上。目前，澳大利亚拥有3艘该级舰艇，每艘可携带48枚防空导弹。随着 SM-6的加入，霍巴特级驱逐舰的防空能力将会变得更强。另外， SM-6不仅能够与驱逐舰结合，还能够与 F-35等先进战机配合作战。按照澳大利亚的设想，未来将通过 SM-6与舰艇、战机配合的模式，提供多层次的防御系统，从而增强澳大利亚作战部队的整体战力。据美国国防博客报道，8月15日是波兰的军人节，波兰决定在这一天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自波兰于1989年正式独立以后，为摆脱俄罗斯的限制，波兰大幅引进欧美先进的军事装备，以陆军与空军的革新最为明显。前几年，由于韩国武器价格低且性能又达标，波兰先后采购了大批量的韩式装备，包括 K2 坦克、K9 自走炮以及 FA-50轻型战机。随后又受俄乌战争影响，波兰更是加大了国防力度，陆续向美国采购了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F-35
335战机等先进装备。预计波兰此次的阅兵仪式会成为近年来欧洲最盛大的阅兵活动之一，将可能看到坦克、装甲车、导弹系统以及先进战机等诸多军事装备。当然，波兰的目的并不仅是要对外展示军事实力，更多的是要证明其在北约中的战略重要性。据美国媒体消息，德国已与 KNDS 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用于芬内克侦察车的现代化改造。芬内克侦察车由德国和荷兰联合生产，是一种多功能4轮装甲侦察车，专为高速操作而设计，可适应各种地形。自2003年以来，芬内克侦察车多次在德国陆军的侦察行动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此次的现代化改造项目包括30辆芬内克 EA2 型和50辆芬内克 GFST 型，通过集成激光目标指示器，以提高车辆准确引导激光制导弹药的能力。同时，为增强侦察能力，还将为其配备更加先进的微型无人机。另外，在整个改造期间，还将采取特殊行动，维持这些车辆的战备状态。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月13日报道，俄罗斯推出了一款新型战斗机雅克 130M， 这是雅克130的先进版本，旨在扩大俄军的作战能力，并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与旧版相比，雅克 130M 在其基础上扩大了作战包线，还将配备新雷达、瞄准器以及自卫系统。据俄罗斯公布信息显示，雅克 130M 长 11.49 米，高 4.64 米，翼展 9.85 米，最大起飞重量为10290公斤。武器方面，它在雅克130的基础上加装了空对空导弹，以及带有卫星和激光制导系统的高精度空对地武器。动力方面，它拥有2台 AI222-25 发动机，最高时速可达950公里每小时，飞行距离1610公里，加装外置油箱可延伸至2265公里。航电设备方面，它采用了包括 BRLS-130R 机载雷达站和 KSS-130 通信系统在内的多种现代化系统。这些全新的系统不仅能够增强其作战能力，还可使其适用于各种条件下的训练和战斗任务。另外，这些改进能够使雅克 130M 拥有轻型战斗机能力的同时，仍然保留有作为训练飞机的机能。这种两用性质的特点极有可能会吸引那些不打算投资重型战斗机国家的注意。目前，雅克 130M 的开发工作现已进入关键阶段，完成了原型生产设计，将在伊尔库茨克航空工厂进行最后的组装程序。按照俄方设想，将使用3架实验飞机进行全面测试，待测试通过之后，随即会展开后续计划。据保加利亚军事网8月12日报道，土耳其准备向英国采购40架台风战机。台风战机项目是由英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联手展开的跨国合作计划。从1980年代起，这4个国家便共同开发高度先进的多用途战机，一方面既能满足各自空军多样化的作战需求，另一方面也可共同分担开发和生产项目造成的巨大财政压力。也正因台风战机是由上述4国共同打造，所以要想实现对外出口，必须要经过所有成员国的同意。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曾表示，他先后与英国和西班牙就采购台风战机一事进行过谈判，目前已经与英国、西班牙达成共识，而意大利也愿意出售台风战机，但德国却持抵制态度。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德国官方拒绝这笔交易，但负责打造台风战机的德国工人却非常支持。他们认为，由于台风战机目前缺新订单，土耳其40架战机的新订单将会是及时雨。近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正式向新西兰皇家空军交付了第1架 C130J30 运输机。C130J30 是 C130J 的加长版，通过使机身增加 4.57 米，允许运输2个额外的设备托盘，以此来增加货物的整体容积。
该运输机于2000年代初投入使用，它可以携带高达19958公斤的有效载荷，在最大正常有效载荷下的航程为3889公里，可以运送多达128名作战人员或92名伞兵。因其具备极其强大的运载能力，使其成为战术空运行动的关键一环。目前，包括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空军都已将 C-130J-30整合到机队中，而新西兰购买 C-130J-30的计划初定于2020年，计划采购5架，旨在取代已经服役60年的 C-130H。值得一提的是，新西兰原本的 C-130运输机队曾在支持人道主义和救灾行动以及盟军合作执行军事任务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回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将会对其要交付的 C-130J-30在性能方面进行技术性加强，以满足新西兰苛刻的空运要求。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乌克兰是否会效仿普里戈金一路北上，濒临莫斯科？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